我现在是来到四口子景区，这个景区啊比较大，它分为东区和西区。现在这里呢就是西区了，这边有一个苏武牧羊的雕像，这里是苏武牧羊遗址。刚刚听景区的工作人员说，这边西区啊，大概是需要1个半小时来逛，但是由于我是拍视频嘛。可能时间要更长一点，起码要2个半小时。楚风阁就是一个亭子了，你看往这边走呢，还有苏武7升石窟、游览路线仙人桥。我看这里的地形地貌啊，已经是接近荒漠的状态了。上面这座铁索桥应该就是仙人桥了。哇，这个仙人桥挺高的，搞错了，原来这个才是仙人桥啊！苏武圈阳石窟，还有云汉天度索桥，又要爬山了。一片荒芜的土地，这里啊，连一棵大树都难找啊！太阳非常的晒，都没有什么树荫来避一避太阳。哦，哇，这里的阶梯相当陡啊！这段就是斜坡了，连阶梯都没有了。不过还好，地面呢是比较粗，应该是不容易打滑。哇，这下面就是悬崖了，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了。这里有一个小的石窟，进去看一下。哇，真的只是一个小的石窟。原来这个石窟啊是苏武栖身的地方，你看后面还有苏武的雕像。苏武牧羊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天汉元年，也就是在公元前100年，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而被扣留。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，想让他投降，但苏武宁死不屈，终究不愿意投降。匈奴单于就把苏武囚禁起来，把他放在大地窖里面挨饿。下雪天，苏武就躺卧着吃雪，同毛毯一起吞下去充饥，几天都没有死。匈奴人认为这个人很不简单，就把苏武流放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，让他放牧公羊，说等到公羊产了羊崽才放他回汉。四子口在古代就称为北海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说苏武牧羊的北海是如今俄罗斯的贝尔加湖，在当时也是匈奴控制的范围之内。据说现今贝尔加湖周边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还有关于苏武的传说，也许可以作为佐证。但不管具体的位置在哪里，苏武牧羊的故事却是真实的。苏武被流放到北海后，粮食运送不到，只能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来充饥。他住着汉朝廷的符节牧羊，睡觉起来都拿着，以至于系在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都掉落了。苏武被扣留了19年之久，直到始元6年，也就是公元前81年，终于获释回到汉朝。苏武去世后，汉宣帝将他列为麒麟阁11功臣之一，彰显其节操。哇，这里的道路啊越来越险了。这里呢就是非常光滑的金属梯子啊，哇，看起来有点危险了。拿着相机确实不好下来。终于到铁索桥了。先休息一下。哦，好的。上面凉快，坐上。好。这个我背着书包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哦。你不用动。好，我架你撑在一起。好。你把那个相机帽子戴好。哇，这个风吹起来感觉还是有一点点晃哦。这座铁索桥啊，长是有100米，下面最深的地方呢也是100米。铁索桥的宽呢是
60厘米，只能供1人呢行走。看一下下面，100米深就是这种效果了。我看到其他游客都是2只手扶着啊，我是单手，因为1只手啊还要拿相机。100米应该1分钟可以过去了。越走到中间，就越感觉有点心慌了啊！特别这个风吹起来，我不能看下面了。现在这里下面就是最深的地方了，100米。过这个桥啊，一定是要绑着安全带的，不然的话是不可能让你过。终于到了，哎呀，手都举酸了。刚刚过这座铁索桥啊，我错误估计了，实际是走了3分钟左右。因为我是1只手举着1.5公斤重的相机啊，所以我这只手啊一直要保持直的状态，所以连续举了3分钟，这个是非常累的。刚刚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啊，上到这山顶才算是走了一半。你看后面又是苏武牧羊的洞窟，羊爬山的能力啊比人强太多了。当然这些羊啊都是雕塑，这条阶梯都快要成90度了，非常的惊险啊。OK， 上吧。哎呀，这条道也太窄了吧。四子口的风光以险优奇绝独秀天下。过了悬桥，翻过山头，在古道上漫步，沟壑间驻足，古刹民安上凭栏，一种远离都市、走入历史、融入自然的回归感，使人生发许多感慨。现在就来到了东景区了。这个东景区啊，其实主要就是看一看这个大峡谷，还有大峡谷的入口一线天。看一下这个入口处啊，已经把4口大峡谷的特点呢给总结出来了，就是险、幽、奇、绝。这里真的是非常的荒漠化。刚刚在停车场那个位置啊，风一刮，哇，差一点满嘴都是沙子。这个景区里面由于地面呢都是铺了水泥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沙子，真的是险幽奇绝啊。仙人大脚印，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，非常像哦，上面像是脚趾啊踩出来的。山壁相当陡峭啊。这里就是一线天峡谷了，相当的险幽奇绝啊！这种地方最担心的就是有落石。哇，这里有一个石头卡在这里。我发现这里成为了拍婚纱照的圣地了。下下。四子口有奇险雄奇的4口大峡谷、灵仙谷、怪石嶙峋的石匣子。在这里，怪石连绵起伏，有的突兀耸立，有的光滑如镜，神态各异，天成妙趣。哇，这里也太险了吧！刚刚就从这个缝隙当中啊爬上来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石头啊，是夹在这里。上来之后还是峡谷，
这里还有指示牌、上峡，还有熊猫化石图。下雨天是绝对不建议过来这边玩哦，因为像这种峡谷啊，就是担心有落石。哦，原来就是在这里。这条阶梯确实是相当陡啊！来看一下这一块石壁啊，是不是特别像熊猫蹲坐在这里呢？这样看的话，确实还是有点像哦。看一下它这个石头的颜色材质，是不是有人故意涂成这种黑色的？看起来不像是涂上去的。是石头材质的不一样啊，所以它的颜色不一样。就像下面这些啊，你看这里面呢是有些黑，这边呢又是比较白，所以看起来啊，确实是非常像熊猫化石啊。四子口不单有苏武牧羊的故事，还有宋代杨家将的故事，在这里也是妇孺皆知。有些贤载史册的历史传说典故在四子口千古流传。杨锦燕大战西夏，兵困柳州，米伯生金13军解厄。四子口一座历史博物馆，在这里典故传说有迹可循。在这里，近代军阀藩篱、绿林营寨所遗留的栈道碉堡比比皆是。上面还有题刻“鬼斧神工”。好，今天这条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上面呢，我就不再上去了，因为已经很累了。我是俊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